好，我们今天来编这个大收纳筐。这个收纳筐使用的底板是23厘米宽，35厘米长，孔位一共是有78个。这个收纳筐使用的编织步骤是大锁链边打底，1进2滚边，然后是4圈3股扭边，然后再编织了26个的等号，13个酒红色等号和13个原木色等号。使用的藤条是2.5毫米的原木色藤条和酒红色藤条。好，在编完26个等号之后，再编了4圈3股扭边。接下来就是收口，第一次收口使用的是1压2滚边，然后第二次收使用的是1进6铁丝滚边，第三次滚边是1压1滚边，第四次使用的是1压1滚边。所以这个大的收纳筐使用了4次收口方法。好，在编织4圈3股扭边之前，挂了一个全藤的把手，两边分别1个。好，这个大收纳筐的高度是18厘米，可以容纳非常多的玩具或其他物件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学习具体的编织过程吧。好，我们今天来做这个底板。底板的尺寸是23厘米宽，35厘米长，这个是圆角长方形。这个磨砂面是底面，这个光面是正面。我们在开始编织之前，先把光面这一面的透明膜撕掉。好，我们用手口针把透明膜挑起，然后撕掉。撕掉之后，这个光面是非常漂亮的，非常高清的图案。好，这个底板呢有78个孔，现在我们解78根80厘米长的藤条，然后依次从正面往反面穿条。好，这个是80厘米长的藤条，我们采取一字平穿的方法来穿条，两端对齐，拉平。好，采用左低右高的方式穿满一整圈。好，最后一根左低依然是左低右高，对齐，拉平，然后这个就穿错了，这个要左低右高。好，调换一下，我们的条就穿完了。穿完之后，我们检查一下每根藤条的方向是否一致。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开始做第二步，大锁链边打底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按压一下，把下面的藤条给压平实一点。我们把这一半的藤条用扎带扎起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开始做大锁链边。大锁链边的口诀就是右挑1，左压2。所以呢，在开始的地方，我们就要凑足3次右挑1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右手拿一组，一个孔有2根藤条，2根藤条为一组，右手拿一组，左手拿一组，然后把右手的挑到左边，这叫右挑1。好，右挑1次。好，左手再拿一组新的竖条，然后右手的再次挑到左边。好，这时候是右挑1 2次，左手再拿一组新的藤条，右边的再次交叉到左边。好，这时候是右挑1 3次，这里就是开头的地方。现在左手边有3组竖条，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左压2。左手拿起第一组，压到右边。好，压到右边之后放在这里就不用了。然后呢，左手再重新拿一组竖条，右手的再次挑到左边。好，这就是右挑1。然后左手边又有了3组竖条，这时候又拿第一组竖条压2。所以这时候大锁链边的口诀就出来了，右挑1。好，左压2。好，再拿一组新的，右挑1。好，左压2。好，可以观察一下，我们在开始的3组竖条，它是半个花瓣，然后从第4个开始，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开始的3个地方是给后面最后的3组留的。我们现在就可以按照大锁链边的口诀一直做到最后，把一整圈做完。右挑1。左压2。做藤边这些步骤，这些方法都是很简单的。
右调1，左压2，右调1，左压2。好，我们在结束的地方已经没有新的竖条进行右调1，左压2了。这时候我们在开头的地方就已经把位置留出来了。这时候我们需要借助我们的撬刀工具来去完成最后的步骤。好，右调1，完成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观察一下，左边有3组藤条，然后呢，这里有3个花瓣是半花瓣，所以呢，这3个半花瓣是对应好这3组竖条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撬起第一个花瓣，第一组竖条，左压2。好，第2个花瓣，同样是左压2。好，第3个花瓣需要注意一下，我们只撬起一半的竖条。好，左压2，完成。好，我们的大锁链边就所有都完成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整理一圈，把所有的花瓣大小整理一致。我们就要每一组竖条这样去整理一下，拉扯一下。整理好之后，我们来做1压滚边，把所有的竖条滚到正面去。好，这个光面是正面，我们把它面对着我们自己，然后开始做1进2滚边。1进2滚边怎么样做呢？手上拿3根，把第1根压过2根，然后拉到前面，就叫1压2滚边。一直是第1根压过后面2根，压到前面。好，我们就按照1压2的方式把整圈做完。好，最后2根推起来前面的，每一根都有它的位置，一定要穿正确了。好，穿完之后，做完1进2滚边之后，我们整理一圈。整理好之后，我们来做4圈3股扭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4圈3股扭边。好，我们拿出藤条，然后根据这个框身的周长，宽松的量一圈。量一圈就是编一圈的量，要编4圈就要量4倍，对折是2倍，再对折是3倍。好，量好了，这里是4倍之后，然后呢，这里不剪断，我们做一个2根一样4倍长的。好，2根4倍长的之后，量好之后，我们2端都分别扎成一个小团子，这样以防编3股扭边的时候打架。然后之后用扎带把它扎起来，这样卷也可以。好，2根4倍长的扎好之后，我们拿1根无限长的。好，这1根无限长的，我们把它穿到大锁链边里面。好，留一个小辫子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这一个底板呢，一共有78个孔，78个孔，每个孔里面有2根竖条。现在我们把它分成3根竖条为一组，所以呢，最终会分成一共是52组竖条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2根没有剪断的4倍长的藤条穿在第2组3根竖条的上面。好，观察一下，在这3根竖条是为一组，在这一组的前面有1根边条，然后第2组的竖条前面也有1根，第3组竖条前面也有1根。那么我们现在做3股扭边，就是拿第1根去补第4个空位，压过这2组竖条，挑起第3组竖条，然后我们在第1圈的时候，一定要把竖条拉得垂直于桌面，然后一直拿第1根边条去补空位，补第4个空位，压2，挑1。好，这个就是3股扭边的编法。我们现在第1圈的时候，就把所有的竖条都分成3根一组，然后同时也把竖条拉得垂直于桌面，边条要拉紧，压2，挑1。
压2挑1。边条一定要拉紧，同时这个竖条不要往内扩。压2挑1，压2挑1，压2挑1。好，边条一定要拉紧，有宽松的一定要把它收紧了，有内收的一定要把它往外推一下。第一圈是比较慢的，比较难一点的。编好第一圈之后的2、3、4圈都是比较容易了。好，第一圈我们已经完成了，现在我们就分好组了。分好组了之后，一定要观察竖条是否垂直于桌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把2、3、4圈完成。好，我们马上就编满4圈了。好，到我这里就是4圈了。好，我们来接这一根。我们来接酒红色。今天要编等号，红色等号。好，两端对齐，拿出打火机把它们烧融化。好，两端对齐之后，手不要动，等它冷却之后，硬了之后，我们再把疙瘩修剪掉。好，我们来把它修剪掉。现在把它还原。好，这一根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收掉了。好，剪掉了。好，我们来做平边之前，先把拉竖条压框身整理一圈。拉了之后，这中间的缝隙它就会凑合起来了。好，整理一圈之后，我们来开始做平边编等号。好，平边也就是这2根边条一直是平行着不相交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一次在开始的这一个地方，每次进行一次扭边，出来一个麦穗花纹，然后呢，其他地方就可以全部出来一个同色等号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开始做平边，平边。好，穿过木色藤条，把红色藤条挑1。好，把左手拇指按压一下木色藤条，让它按压出一个形状，然后直接挑1。好，按压红色的藤条，然后从木色藤条下面拉起红色的藤条挑1。好，一直都是这样按压所有的藤条的形状，这样的话它才能够不跑条。好，按压红色藤条，从木色下方拿起红色藤条挑1。好，平边是非常简单的，然后藤条也不打架，
2捆藤条直接这样一直编下去就可以，不用剪断，也不会打架，不用去捋藤条。好，按压挑一，按压挑一。好，这个就是平编，还没有编够1圈，所以看不出来效果。等我们编到第2圈的时候，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了。好，我们首尾相接触了。然后呢，现在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还是继续的红色在下边。然后呢，木色如果是还继续这样调的话，你看这样就成不了一个等号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一个地方就开始，这一根一直在上面的，这时候在第1组开始的地方这里把木色的挑到下方。好，然后呢，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麦穗花纹，同时红色的藤条呢就变成在上方，直接挑一。好，这时候红色的在上面，木色的在下面。好，通过红色的，然后拿起木色的挑一，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等号。好，一直按照这样的方式，每次到开始的地方进行一次扭编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做出一个麦穗花纹，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个等色，都是一个同色等号。好，我们一直这样编。平编是非常简单的，然后呢也是比较不费时间的，不费手不费时间。好，又到了开头的地方，现在是第3圈。第3圈之后，我们这里还是继续挑一，然后呢，现在可以观察一下，我们现在木色是在下面的，红色在上面的，这个时候挑的时候就要木色换到上方，然后呢，红色的就直接在下方了。这时候红色的就直接一直在下面，就可以出来一个等号了。好，我们第3圈之后就可以出来一个红色等号跟一个木色等号了。好，接下来就这样往下编。好，我们又到头尾相接触了，这里相接触之后，我们就不再编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接3股扭编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点掉。好，我们现在要编4圈3股扭编，这一根无限长的就量出来4倍的，就可以剪掉了。好，宽松的量出来，这里1圈。2圈。好，同样的把它扎成小团子。那我们再来把另外2根4倍长的量出来。好，宽松的量1圈。好，量出来4倍之后，这里剪断。剪断之后，再根据这根4倍长的量出来第2根4倍长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把这一根接线。好，印了之后，我们再把它修剪掉。好，我们把它还原。
好，收好了，我们把它们剪掉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做收口。收口第一步是1压2滚边，从哪里开始都可以。手上拿3根，第一根要过2根的后面，压到前面来，再错足3根，压到前面来，这叫1进2滚边。我们在底部也是用的1进2滚边。好，就这样1压2滚边，把一圈做完。好，最后2根，我们把开头的2根推起来，每一根都有它的位置的，一定要穿对了。好，穿完之后，我们整理一圈，让所有的边边均匀一点。整理好之后，我们就来剪铁丝，穿铁丝。好，我们来去剪铁丝。好，我们根据宽口剪出所需要的铁丝。好，我们开始穿铁丝。穿铁丝我们怎么样穿呢？手上拿6根，拿起第一根，拇指要推着铁丝，然后呢第一根要拉紧，然后从第6根这里穿下去。好，再拿一根新的，凑足6根，拿起第一根拉紧，穿下去，凑足6根。拉紧第一根，穿下去。好，一直这样的方式，拉紧第一根，穿下去。第一根是一定要拉紧的，拉紧了之后，这里就会收紧。那我们需要把这个边缘跟3股纽边是垂直的。好，我们就这样把一整圈穿完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铁丝剪掉，然后用连接管把它们连接起来。然后我们在1厘米的地方把铁丝的胶皮去掉。因为铁丝它是3毫米宽的，然后呢，连接管是2.5毫米的，如果不把胶皮去掉，连接管是塞不进去的。这就是2厘米长的连接管，我们剪一点胶棒。把剪好的胶棒塞进连接管里面。然后烧油吧，塞进这里，这一点胶棒再塞进这一头的连接管，塞进这一头，烧融化之后，把铁丝塞进去，让它。好，冷却之后，我们剪一点电工胶带，把它缠起来。好，挤好之后，我们把剩下的横条接再继续穿完，拉紧，穿下去，拇指一定要推铁丝。让这一圈的滚边跟3股纽边是平齐的，最后5根
我们在前面的地方也是有留好的孔位的，我们就按照顺序把它穿完。拉紧，手穿不进去的，我们借助手口针把它穿完。好，最后一根。好，全部穿完了之后，我们把边边整理的均匀一点，然后把形状调整好。好，调整好之后，我们就来做收口。1压1收口怎么样做呢？拿起哪里开始都可以，拿起2根藤条，每一根藤条都要用力拉一下，拉一下之后这里才会更加收紧，不然的话它还是会很大的洞，这里很大的缝隙，所以每一根都要拉紧。拿起第一根，拉紧第一根，绕过第2根，放下去，凑足2根，拉紧第1根，放下去。一直按照这样的方式把1圈做完。好，最后1根我们穿进去。好，我们就把收口穿完了。我们这个藤条更长一点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做一次1压2滚边，试一下。有些太短了。所以我们就把1整圈做完，这样做2圈的1压2、1压1，这样做2圈1压1滚边的话，它会更加牢固。然后呢，藤条它也不会散开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再次把1压1滚边做完。好，最后1根。最后1根用手口针把它收下去。哇！真的全部收完了，太棒了！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藤条剪掉了。我们的剪刀贴着这个滚边，然后斜45度角剪掉。剪完之后，我们这个作品就真正的做完了。亲，你觉得漂亮不？好，做完了。